我在美国开了3年的奶茶店，今天关门了。努力做实在的人，大家好，我是努力姐。大家都知道哈，我和 partner 在西雅图呢，其实是开了2家奶茶店。那最近呢，我们也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转租的人哈，所以说我们就决定呢，把其中1家给关掉了。所以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呢，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卖奶茶店的这件事儿，以及我开奶茶店的血泪史。我们就边走边聊吧。其实刚开始呢，也从来没想过要开奶茶店啊。那之所以开了呢，其实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也是我后来的 partner， 他已经成功的在西雅图开了2家奶茶店。然后呢，他就当时是疫情期间，然后很多店面转租非常的便宜，所以他就找到我，然后就跟我说现在他们在 Redmond Downtown 那边找到了一个店位，非常的合适，就在 Trader Joe 对面嘛，然后又有足够的这种停车位，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挺好的，所以我和我老公呢就快速决定把这家店呢就包下来，然后呢装修变成一家奶茶店经营。那我们当时开这家店呢就叫一方水果茶 Redmond 店。那之所以接触一方这个品牌，可以说就是因为我 partner 当时就是做这个一方品牌的区域总代理，然后他开2家店呢都是一方。那我和我老公呢其实也没有接触或者是了解过其他的品牌，就非常快速的做了这个决定哈。所以现在想想，这个决定到底是决断呢，还是有点鲁莽呢？现在想想还是更倾向于后者哈。那当时开这家店呢，其实从采购机器，然后到招聘，我也都有参与都不多，主要也是因为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呢，就是跟着我的 partner 做吧。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虽然说是参与不多，但是还是有很多非常繁琐的这种烦心事儿。最难的，说白了还是招聘和管理。那当时呢，因为我和我 partner 其实当时就说好了，就不是自己来经营，所以从一开始呢，他们就选定了一个店长的这么一个角色。那由他呢就全权的去处理这个店里的大小事务。然后呢，我们除了工资奖金以外呢，还会分他一些干股。所以说就是听上去特别完美，对吧？就是一个可以躺着赚钱的这么一个模式，还可以当个老板。后来我们才发现就是这个店长这个角色真的是太重要又太难选了。首先呢，要找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人，而且呢又没有特别高的工资待遇，奶茶店嘛，给不起太高工资。所以说感觉从头到尾这都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这么一个角色的存在。但 anyway 吧，后来呢，这个店长他上任以后就是因为这个管理能力还有这个管理理念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很多的摩擦，不光是造成了我们管理层内部的很多的矛盾，而且呢，还是对这个管理经营的能力，包括管理下属这些的能力不足，就导致了很多经营上面的一些失败，还有就是不得力的地方。所以我就记得当时就是有很多个夜晚就是打到半夜的电话，我给我 partner 打电话，然后给店长打电话，然后又给店里的这几个领班这些骨干打电话，就是天天就好像在上演什么宫廷大戏，然后就觉得这么小奶茶店也能闹出这么多事儿来，还确实，其实一个奶茶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说当时呢真的是够烦心够麻烦。不管怎么样吧，就是经历了5个月的挣扎我们终于在2020年9月就正式开业了。其实我一直在视频里面说，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经营这个奶茶店，这个的确是这样。但是在这个刚开业的这1-2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我们是花了很多的心血的。我记得当时呢，就是任何一个低于4.5分的 Google review 我们都会拉着店长，拉着几个领班来找原因。为什么人家说这个珍珠这么硬为什么出单时间那么长呀？为什么说店员都没有笑容，态度太差呀？对吧？这想这还挺难的。你说当时都是疫情期间，然后都戴着口罩，然后你这个眉眼还是得是笑着的。总归就是服务业真的挺难。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就是还是会碰到一些非常不讲理的客人。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有一个客人呢，就是进来以后就要求要这个见经理，然后后来呢，经我们调查就是这个客人在 Redmond 的各个奶茶店、咖啡店、什么饭馆都做过类似的事情。不知道是想要白嫖呀，还是想要这个碰瓷儿就没搞明白吧。但是呢，就是总归就是会发生这些很让人沮丧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就是对这些良心店家真的要多一些耐心，多说几句谢谢。其实呢，世界也会更美好是不是？总之我们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去打造这个品牌。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们不管是周末去哪儿玩，我们都会带上几瓶奶茶。
背在身上，其实不是为了喝啊，真的就是为了照相，然后放在 IG 的平台上面做宣传。所以当时就照了很多这种西雅图著名背景板的照片，什么郁金香节呀，什么 Mount Rainier 啊，什么德国小镇呐。总之当时真的是很用心做哈，然后业绩一度呢也还不错，大概就是一年销售额啊50-60万。我知道有很多奶茶店比我们做的那厉害多了，但是毕竟呢也是一个刚开的店啊，这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那现在想想我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的呢？其实就是从我的另外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开始的，那就是开第2家店。当时呢就觉得 Ramen 店呢整体经营的状况还不错，然后我们也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班底，所以呢我们就是想要 expand。那当时就是从这个一个冰淇淋店吧，请了一个店长，然后2个领班，就是让他们来就是到 Ramen 店来主持大局，这样就比较稳定嘛。然后我们呢就可以 focus 在开这个 Kirkland Downtown 的第2家店。那当时这个店的选址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冲动啊，就没有想到这家店呢，最后就是为我们这个失败就埋下了伏笔。那这家店呢，其实光看它的位置非常的好的，就是在 Kirkland Downtown， 然后离那个湖边的公园就只有1个 block。而且呢，又是一个店租非常便宜的这么一个店，就觉得这个又很经济，然后位置又好，所以说呢，当时就是也没有做过任何的调查again 也没有去了解当时 Kirkland Downtown 其他的这些奶茶店呀，或者是饭店的一些生意情况它的季节性到底如何，它的人流量到底如何，然后它的 parking 到底有多难，其实这些都没有特别严肃的去了解过，我们就决定去租下来的这家店。那租下来这家店以后事儿也特别多。它那个店其实非常的小，可是呢，这个店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 building， 很多的问题，包括当时装修的时候发现呢，就要重新拉电就重新申请 permit， 因为这个楼太老了，所以呢，就是这些费用就全部都是在我们当时的预算之外的，所以呢，就是导致了这个店一开始从装修开始就有特别多的事儿，特别的不顺。然后后来经营起来以后呢，又因为也是同样因为一些老 building 一些下水的问题，然后就跟邻居就是边上的这个店也出现了很多的摩擦，就是因为下水渗水一类的问题，所以就让我们的这个投入节攀升。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就恰恰还是这个领导班子的问题。所以当时呢，就是因为很多领导的这个管理的理念能力出现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新选的店长以及这个领班跟我们，就是我和我老公这个作为 owner 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就迅速的恶化。然后他们其实呢，就是所有的员工都是他们招的，所以呢，他们就是去策反这些员工，然后来针对我们，这样我们任何的规定任何的这些想法都不能得到实施。所以说不得不到最后呢，就是一锅端，就是所有的人都全部换掉。然后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呢就通知他们说，就是明天不用来上班了以后，当时呢这个店长带这个领班，然后就把这个很早就把我们的店就关了。那他当然都是没有通知过我们的。关了以后呢，他们就在这个店里面开 party， 然后来反对我们。总归就是搞得非常的不愉快。其实呢，很多的东西都是一些误会造成的。然后再加上管理层的这个煽风点火没有起到任何的好作用。但是呢，误会的种子一旦是种下了，就很难拔出来了。所以说，我就记得当时好多晚上都睡不好觉，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说：“我们明明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们怎么就被一步步逼成了这种邪恶资本家的形象呢？”所以说，当时就是感觉我们所有对这个奶茶店的经营的热情小企业家的这种对这个梦想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付出就全都消磨殆尽了。那说这么多负面的感想其实还有很多非常暖人的瞬间。就比如说呢，我们曾经雇佣的一个员工，他在去外地上学之前，就给我们画了一幅漫画就是画的就是 Redmond 店的这个店的前面，他就是画了这么一幅漫画给我们作为礼物。我当时就特别的感动，我到现在还珍藏在自己家里，一直 display 在我们的这个书房里。因为我觉得呢，这是代表了一个纯真的年代，然后我们都一起为了这个梦想而付出而努力所以呢，其实我对这一切都是
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毕竟我们都拥有了一段非常不一样的生活经历，没什么可抱怨，没什么很遗憾的，毕竟有尝试才有失败嘛。那想要把 Kirkland 店卖掉呢，其实也是做了一番挣扎的啊，毕竟呢这个店当时的投入也是有将近30万以上的这么一个资金。说转租就转租，那肯定是很多损失，就是不可能也不会再拿回来了。所以我相信这个落谁头上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决定。但是呢，我做房地产生意这么多年，也学会了什么叫及时止损，是吧？所以我们就在跟这个房东续了新的租约以后呢，我们就整个把这个租约转租卖了出去。那我听说呢，以后这个新的owner 他也会在这边开一个小吃店。我觉得小吃店挺好的，我还挺看好这个理念我觉得比奶茶店的利润高，然后呢，希望他们的店呢也是能做得红红火火。那之后呢，我们拿了这个有限的这些回收的资金，也准备好好把 Redmond 的店再整顿一下。包括前2天才有人在小红书上吐槽，说我们店里边有摆着那个过期的货。其实那些货都摆了很久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整顿的，需要整理的。那我们之后呢，就会好好的收拾一下 Redmond 的店。那回到最初的问题，就是在美国做奶茶店能挣钱吗？其实对这个问题我并不知道答案。我现在对做餐饮业还是两眼一摸黑的状态。我是觉得如果说你可以做好自己的品牌，然后控制好这些人工成本，并且呢还可以跟这个做的比较好的这个奶茶店学习一下管理的诀窍，学习个1-2年，我认为你完完全全是可以做一个很成功的企业的，在美国也可以做一个很赚钱的奶茶店。关键还是要去付出精力和时间，非常 dedicated 去做这件事情。那这次的失败呢，其实教会了我很多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做深思熟虑以后的决定，不要光想着去做一个快速的决定，还是要做足够的调查，足够的研究，然后呢，也不要没事就扩张太快就是一定还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那另外呢，就是我也学会了很多在管理的时候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呢，也会帮助我在现在的这个团队领导者的这个决策中做出更好的决断，做更好的一个 leader 吧。所以说，整个这个经历，就像我说的，我还是非常的感恩。我感激 partner 对我们的耐心，我感激有一个机会可以跟老公同舟共济开一家奶茶店，然后我们也都在这个过程中呢收获了这个 Maggie 姐和秦老板的这个名号，江湖名号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也非常感激曾经在我们店还有正在我们店里面工作的付出过的小伙伴们，希望呢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好，成为更好的自己。好啦，今天就想分享这么多听完了我的故事，大家还敢在美国开奶茶店吗？你们有没有类似的故事呢？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没准我们还可以惺惺相惜哦。我是你们的 Maggie 姐，我们下期再见。